美国加大战略赌注，泽连斯基赢面越来越大，俄罗斯需要中国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美国向乌提供巨额军援，俄罗斯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困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进入2023年后，美国不但没有推动局势走向稳定，反而开始加大战略赌注，试图把俄罗斯彻底拖死在俄乌战场上。这不，新年刚过，美国就向乌克兰送上了一份大礼。美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最大一笔军援项目，总价值是37.5亿美元，包含20种武器和弹药，例如布拉德利步兵战车50辆、M113装甲运兵车100辆、仿地雷反伏击车55辆等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重型车辆。在美国带头下，部分北约国家也决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。比如，德国表示援助50辆黄鼠狼重型步兵战车，法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一批 AMX-1024 型突击坦克。加拿大也宣布将从美国购买防空系统，并转让给乌克兰。随着乌军北约装备越来越多，泽连斯基的赢面也变得越来越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美西方这次援助乌克兰的力度，实际上就是在为发动全面反攻做准备。总的计算下来，美国、德国等国年初这批援助中，战车和装甲车辆数量已经达到了600多辆。除此之外，加上各式火炮弹药，乌克兰大约可以对4个左右的作战旅进行武装升级。反观俄军，战场优势并不明显。虽然俄军利用精确制导武器摧毁了大量的乌军重要目标，但是随着美西方援助的大批战车陆续到位，极有可能影响甚至扭转俄乌两军实力对比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中国在一些事情上的态度对俄罗斯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在去年底，中俄两国最高级别线上会议中，克里姆林宫就曾表示，俄罗斯需要中国，中国是俄罗斯忠实而可靠的盟友。而对俄罗斯而言，若要突破当下战略困局，就离不开中国的支持。因为表面上是俄乌军事冲突，实际上却是俄罗斯与西方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，这就导致这场战局并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。既然如此，普京将目光转向东方，重点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往来。普京很清楚，在与西方闹翻之后，俄罗斯的商品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进入西方市场，这也彻底打破了俄罗斯融入西方的幻想。那么，和中国加强合作，将亚洲视作新的靠山，就成为最优的选择。首先，中俄加强战略合作，最直观的就是能为俄罗斯带来经济利益。其次，中俄也可以因利乘便，形成有利于双方军事合作格局。毕竟美西方很清楚，中俄联手后的实力将是美国都无法匹敌的。最后，俄罗斯也很需要中国继续保持当前劝和促谈的立场，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带来希望。总而言之，俄罗斯当下前线吃紧，后方更是需要稳固，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。当然，同样也不能小看拥有西方援助的乌克兰军队。对于普京来说，及时做好新一轮战略部署才是上策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